我是趙少康，歡迎你來到 TVBS 少康戰情室。咱們現場來賓：陳富雄委員、許智傑委員、黃暐瀚先生、王玉明委員、陳鳳馨小姐。好，日本跟韓國國防部長會談，說要致力於朝鮮半島無核化。他們要日本跟南韓呢深化國防合作，推 AI 軍事交流，然後挺半島無核化。問題是北韓就已經有核啦，你怎麼變成半島無核化？是你們日本不能有核，南韓也不能有核，美國絕对不准他有核，就當時不准我们有核一樣。那北韓已經發展了，你把它怎樣呢？什麼叫做半島無核化呢？那半島的半島，朝鮮半島的半島無核化，半島的孤島。大陸對日本出口管制增加40個實體那20家日本的企業30系列就占了9家最慘它是這樣20家叫做新增管制實體，20家是列入關注名單關注，所以加起來40家那特別呢軍工兩用的這個東西呢，管制特別軍民兩用的東西特別管制特別嚴重三零系特別多，所以呢，我們看到這麼一大堆東西了這都非常細的那另外呢，就是關係日本的軍工命脈了那另外呢，福建海警到我們的金門周邊，說它是執法巡查，而且用國台語雙聲道喊話，說兩岸同根同源，承載共同血脈。祝我們早日團圓，早日團圓那另外呢，海巡署1對1併航2個小時，說驅離了，其實也沒驅離，他時間到他就走了嘛。我們看一下，與美國的演習真的是一場又一場。這是在日本9州的大分縣，駐日美軍和陸上自衛隊又進行了實彈軍演。美國與日本在軍事上的合作還不止這一樁。美陸軍的低空中程導彈系統借日美演習之機，已經部署至日本鹿兒島縣陸烏航空基地。泰豐中程飛彈的常規射程約1500公里，等於能把福州、廈門都列入攻擊目標。只是日本軍事合作的對象又何止美國而已。 특별한 국제 안보 상황 속에서 한일 고위 관계자가 빈번하게 만나고 전략적 소통을 하는 것은 한일 관계의 긍정적인 발전상의 시그널이라고 생각합니다. 日韓防長會談決定擴大兩國 AI 和國防裝備合作。 日本軍事動作頻頻，當然也刺痛北京神經。商務部今天發布公告，決定將防衛研究所等20家參與提升日本軍事實力的日本實體列入管控名單，包括三菱電機子公司在內，又有20家日本企業列入出口管制名單。不過，警戒解放軍的也不止美國和日本。 중러 군용기의 카디즈 진입 후 이탈은 6개월 만으로 지난 2024년 11월, 2025년 12월 등 최근 들어 빈번해지고 있습니다. 10多架中俄軍機先後進入南韓和日本的防空識別區，讓日韓戰機緊急出動應對。中、俄、朝正用類似的軍事動作對抗美、日、韓的軍事同盟。 大陸海警船近期灰色地帶小動作頻頻，繼日前侵擾我東沙周邊水域，遭海巡署台中艦驅離。29號，海警再度侵擾金門的限制水域。下午2點多，第12巡防區就偵獲到大陸海警船編隊異常動態。3點鐘左右，4艘的大陸海警船以2組分進方式，從金門廖羅東南方闖入我國金門限制水域。你未經許可進入我國水域，已違反國際法規定。 影響我國海域秩序及安全，請立即轉向，盡速離開我方水域。Listen up, China Coast Guard. This is Taiwan's water. This is not your water. You don't belong here. 我方海巡艦艇立即採取1對1的並航監控，全程搜證，並以中英文的無線電廣播對大陸海警船喊話，嚴正要求對方立刻轉向航離。最終，大陸海警船在海巡艇強力驅力之下，在下午5點多離開金門水域。好，除了這個以外呢，這個大陸的智庫自己說，台海緊張是中國面臨的10大外部安全風險之首，尤其下半年，美國因為要期中選舉，所以美國政客打台灣牌。另外呢，台灣9合1選舉，民進黨可能會操弄抗中然後呢，美軍為了強化拒止防禦，所以呢，可能部署智能化無人機的裝備在多個層面
跟大陸這個發生緊張跟衝突哦，所以他們自己認為台海是中國大陸外部面臨的10大風險的第一最重的風險。但是呢，如果台海明天開戰，有專家說 ，The Diplomats 說呢，最周全戰略難抵武器制造缺口，尤其打烏克蘭戰爭的，所以美國很多的武器都外包哦，你外包到現在呢，到时候而且是有些还外包給中国大陸，所以到时候真的關鍵的时候，你武器不夠怎麼辦？另外呢，這個最新的民調，雷根總統基金會一個最新的民調，美國66%的人認為台灣安全就是美國安全，而且有70%擔憂中共來犯台哦。我們看哈，這個跨黨派共識，中國議題比其他議題更能團結美國民眾，就是不管哪一黨，民主黨、共和黨，大家都對，甚至呢這個跨世代都認為這個問題是重要的哈。那特別是美國民眾也關切中國對美國的影響。另外呢，大多數的民眾認為台灣的安全非常重要哦。然後呢，這個台灣安全跟美國繁榮很重要，台灣的安全也很重要。民主黨85%，共和黨82%，川普共和黨80%都認為說台灣安全很重要。然後呢，台灣安全跟美國的繁榮有多重要呢？共和黨72%認為相關，民主黨認為62%相關。哦，然後呢，美國國內最關心的就是中國的芬太尼哦。就是說流入，他們認為中國芬太尼流入美國，然後呢監控美國，收購美國土地，這個技術貿易不公平哦。另外呢，傳統地緣政治75%擔心中國的軍事擴張，74%認為他可能奪取台灣人權的這個侵犯的行徑，就影響台灣了哦。那另外呢，2/3的美國人都認為台灣的安全跟美國的安全跟繁榮這個息息相關。那川習會以後，美國這個對華怎麼樣呢？有44%認為恰到好處，有33%認為不夠強硬，有12%認為太過強硬。來，老師怎麼看？短短1小節裡頭，你舉了3個題目了哈。我們先從民調講起。我覺得這個民調對台灣是好的，但是也不是額外加碼的好，就本來就是好的。因為這個對台灣很多所謂疑美派，大概就不需要太疑了。因為美國也不是為台灣好，也不是對台灣人特別有感情。美國就是第一島鏈，這個非常已經完全在握的這一個台灣島。他不會輕易放棄，對他自己的好處啊，也不會輕易放棄。所以台灣現在有很多，尤其是比較藍營這邊的，會有疑美論的，這不可能發生的。所以就 put to rest 就不需要再討論。講到東北，講到東北亞的問題啦，我一直搞不懂啊，這個美中日韓的四角關係，東北亞的關係，我一直搞不懂。從2次大戰以來，怎麼仇人變盟邦，盟邦變仇人？哦，而且這個老共的外交老手王毅啊，還出使日本駐大使那麼多年，那為什麼沒有辦法把日本日中的關係處理的稍微好一點？所以我覺得他們這劍拔弩張啊，都是在演戲。其實東北亞不會出事，那東北亞有可能出事的，但金小胖嘛。但是我覺得金小胖是為了自己的安全，來做很多不必要的小動作，來確保自己他王朝的這個傳承不會出事情。我覺得金小胖動手的可能性也不大哦。那日韓他們結盟啊，所以要讓半島非核化，這個也是多講一句。你剛才已經講過了，北韓已經有核子了啊。金小胖就跟這個伊朗一樣，你要他放棄手中，不管是已經成熟或者半成熟，或者是濃縮鈾，都不太容易的。金小胖小的，他手中的核武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這個也是白演一場。我倒是要講哈，我們台灣政府不管藍綠，不管在朝在野，在阻止老共在台灣東岸，或者是在東沙島、南沙島，或者是釣魚台，進一步落實治權的管理，來凸顯他背後對主權的主張。這一點啊，動手的太慢，而且動手的方向不對。我覺得我們應該給老美講，就是說低調的勸日本不要生事，不要無端生事，因為日本、菲律賓我們就比較不重要了。
但日本你聲勢了，你所得有限，但是你引蛇出洞。因為這個本來如果大家都不動手的，大家平平安安啊，每天捕魚啊，過日子啊，沒事。你這樣一騷擾，那就在檢視台灣海軍或者台灣政府對這一塊地方這個治理的能力能夠達到多少？啊，顯然我們是力有未逮。我們現在變成兩邊都好像派政工人員到第一線去宣達自己的主張，都很好笑。他们喊話現在喊得很長哎。我覺得兩軍對陣，如果要喊話的話，不需要講的好像總統訓詞一樣，很奇怪的事情。不是說管碧玲寫的嗎？對，是啊，但是你不要落實，不要執行，因為這個長官，這個海巡署的長官是有問題的。但是當台灣沒有辦法治理這塊問題的時候，後面的老闆就引蛇出洞了。啊，一旦引蛇出洞，我跟你講，綠營的這個主權重疊，藍營的主權重疊跟綠營的說互不隸屬，同時破產啊！這個你看是多麻煩的事情，一旦走到這步田地，就非常麻煩。來，放心。好，所有的關鍵其實還在中美關係，就是這兩大國到底在第一島鏈、西太平洋進退之間的這個關係。我們看這份民調，大家就不懷疑美國了嗎？拜託，你做一份民調，意願是一回事，能力又是一回事。你說美國討不討厭伊朗？邪惡軸心哎！但是現在打了伊朗之後，伊朗實質的控管荷姆茲海峽，美國有沒有辦法？沒有辦法。他的中東盟友現在只能夠選擇跟伊朗之間來合作。所以，如果今天面對伊朗的情勢是如此，那你認為民意對於中國大陸再反彈？對於台灣，更何況雷根中心啊，其實大家知道的話，它是一個非常右派的一個傳統的這個的基金會。那就算他再支持台灣，可是接下來第二步就是他的能力如何？這就要回到《外交家》雜誌這個雜誌當中，這一位地緣政治分析家拉澤克所說的，他的問題出在從伊朗這個事情就看到說，美國只要打完了第一波之後，它後面的武器生產跟不上，它的製造能力生產跟不上，就使得它不可能在地緣政治上面發揮真正有效的軍事威嚇。所以意願是一回事，能力是一回事，而且我們也實質上看到，其實美國在軍隊上面、軍事上面是從第一島鏈往後撤的。他如果連荷姆茲海峽他都能夠放棄的話，他往第一島鏈往後撤，這當然是他現在既定的方向。往後撤的過程，其實是暗暗的支持日本，那你就衝到最前線。其實，在整個亞洲的島鏈當中，真的衝到第一線的只有日本跟台灣。菲律賓因為能力不足，只能夠叫一叫。那麼最新有一份民調是澳洲的民調，澳洲洛伊研究所他所做的民調說，澳洲你覺得跟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比較重要，還是跟美國之間的關係比較重要？51%選中國，45%選美國。這是洛伊研究所從2005年至今第一次，澳洲人覺得中國關係比美國關係還要來得重要。就是說我們把盤點有能力的所有的這一些第一島鏈的這些國家，或者是接近的這些國家，你就會發現，除了日本，沒有人要衝在第一線。所以日本的敵對情勢現在是拉得非常高，而日本拉越高，中國大陸這邊的反應也就越激烈。這種拉越高越激烈，拉越高越激烈的情勢，就我覺得反而要注意的是，台灣不能夠被拖進去。現在不是台灣有事，日本有事，現在中日之間如果有事，會不會把台灣拖進去？最後我說一句哦，大家看到日韓就直接做一個結論說美日韓同盟，我很想問大家，他們真的同盟嗎？這次日韓重啟了海上救援演習，是救援的哦。並不是一個真正軍事上面的演習，雙方就連要簽一個軍事後勤協定都沒有。這一次談了很久，但這一次的聯合聲明連提都沒有提。韓國現在正在走自己的路，表面上看起來跟美國關係也很好，跟中國大陸關係也很好，然後跟日本關係也很好，甚至於跟俄羅斯關係也很好，但是他絕不選邊站，這是韓國的選擇。休息一下再回來。
賴清德出席3軍8校軍校畢業典禮，喊反共反併吞，兩岸互不隸屬，守護台海和平所以呢，特別再強調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包括管碧玲呢，如果是他給那個海巡署寫的，也是，反正現在民進黨就是強調哈，而且呢，官校畢業生要明白敵我意識，不要搞不清楚那另外呢，張公榮國民黨副主席率團到廣東參加中山論壇這個還今天去拜謁孫中山故居談孫中山的精神。說兩岸不是國與國的關係，就賴清德這邊說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這邊說並不是國與國的關係。陸委會的存在是呼應國民黨的兩岸的敘事，就是陸委為什麼會有陸委會，就是因為國民對於這個兩岸的這個形容跟定義了那邱垂正就說陸委會不是。這個國民黨的附屬組織不是誰的會屬組織？國民黨的附屬，不是你國民黨的附屬組織嘛？什麼？他因為張榮恭說陸委會是呼應國民黨的兩岸敘事，那邱正說陸委會不是國民黨的附屬組織我告訴各位，陸委會是當時我提案設立的，陸委會海基會原來沒有這個東西我再強調，這歷史很容易忘掉，因為那個時候我說大陸都已經有統戰部了。韓國有國家統醫院，兩岸那麼密切，台商往來那麼密切，沒有一個專責機構那當時行政院有一個叫做大陸工作匯報，記得嗎？誰負責呢？行政院副院長施啟揚負責的，馬英九是執行秘書。對，馬英九執行秘書，那我就說應該成立專責機構。李登輝這個行政院通通反對，然後馬英九還銜命來跟我溝通。馬英九說：“我們不必設專責機構。”我說：“為什麼不必設呢？”他說：“我們現在匯報運作得非常好。”我說：“那你講這個話，那是不是所有的部會都取消，都改成交通匯報、內政匯報，然後這個什麼外交匯報？因為馬英九說我們匯報警政就警政來啊，這個交通請交通來啊，運作很好啊。”我說：“那這樣都各部會都不用了，都改成匯報好了。”所以馬英九來游說我沒有成功，回去了。然後呢，當時的國民黨書記長叫林動，召開黨團協商，在來鄉園一桌，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副執行長、書記長、副書記長，林動坐這裡，我坐老沈那個位置，一個圓桌林動就給我看了一個李登輝，他說李登輝的手稿，李登輝字很娟秀你們看人那麼大，字很秀氣，絕不可設立大陸事務專責機構，管他的。遊說大家說必須要設立，通過立法院就給他通過了，知道嗎？就最後行政院趕快送對案來，因為我的兩岸關係條例送出来，行政院立刻送，才有今天的陸委會跟海基會。海基會從哪裡發想的 ？AIT 是具有官方性質的非官方組織。對。所以我想，兩岸我們有一個具有官方性質的非官方組織，就叫做陸委會，就叫海基會。我們海基會成立那邊對岸海協會出來。所以整個的所謂專責機構，也不是張榮恭講的什麼呼應國民黨兩岸敘事。那時候我在設置的時候，根本沒想到什麼國民黨什麼，我只想到兩岸往來這麼密切，應該有專責機構來做事情，這麼簡單所以我把這個當時怎麼成立的這個故事跟大家講一下那另外呢，因為大陸現在邀請台灣青年參加中山論壇，有給他落地招待。什麼叫落地招待？就是機票你出，下了地以後呢，這落地。食宿他們招待，邱垂正說這是有統戰嫌疑的那另外呢，這個翁小玲說陸委會的媒體宣傳費應該都刪掉，因為梁文傑靠他就好了，他講的比媒體講的好，他講一下所有媒體來報道那而且因為他的費用增加80.8%，增加很多，去年716萬，今年增加到1295萬，所以翁小玲說梁文傑一個人就夠了那另外呢，這個國民黨是說要把大陸地區的旅費都刪掉，陸委會說我們還是有交流訪視並不是因此就沒有，把我們都刪掉，我們就不能去了那王鴻薇說呢，這個陸委會說鳳梨世家是養中共鼻息，所以把陸委會的特別費都給他刪了。我們看一下。海峽兩岸中山論壇28號下午正式開幕，適逢國父孫中山誕辰160週年，國民黨副主席張榮恭也特別前往中山紀念館參觀。
不過，面對陸委會批評張榮恭是在附和中共敘事，張榮恭回嗆，陸委會本身的存在就是呼應着國民黨對兩岸關係的敘事，兩岸並不是國與國關係。陸委會是我國政府的機構啊，不是國民黨的附屬組織，我們是依據我們的中華民國憲法。而這次赴陸中山論壇團行程也很緊湊，27到29號共分6組進行，主軸都是中山先生的精神研討，更有不少台灣青年自媒體網紅前往。你會發現，的確，我就說我們有很多一樣的地方。只是如今傳出中共向16到45歲的台灣青年招手，除了提供免費參加論壇，加上落地招待包飯店食宿來吸引台青赴陸，這是否踩到兩岸統戰紅線？用這麼低價落地招待或是全額補助，那這就明顯有統戰的嫌疑讓我們台灣的年輕人都聽到他統戰的敘事。我們這個部分是有付錢，該付的錢都有付，然後機票也有付。赴論壇年齡條件相符合的台灣青年強調自己都有付錢，並沒有被完全招待。不過，如今陸委會底下的台港文策會也邀請15位香港網紅來台，到屏東跟高雄體驗南台灣的美，這是否也是觀光反擊統戰回去？是陸委會副主委梁文傑日前稱，鳳梨世家台灣人幾乎不吃，是養中共鼻息的農產品，引發議論。29號，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在審查陸委會的預算的時候，國民黨立委王鴻薇就提案刪減陸委會正副首長特別費預算117.9萬。所以他過去的這樣的一些言行，我認為沒有嚴重到說我們必須去處理特別費。可是我覺得他不過就是要去賣水果，也要被查處，我們政府可以查水表到這種程度嗎？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言行是極為不當，應該要在特別費做處理以上。所以我們看到，對於鳳梨世家事件，王鴻薇表示梁文傑的講法傷害農民的感情，很多農民覺得非常不滿，而且很受傷。不僅藍營批評，綠委也認為不當，因此提案刪減陸委會正副首長特別費預算117.9萬。經過討論後，該案保留送協商。藍玉敏。我覺得陸委會的預算被刪剛剛好而已為什麼說剛剛好？現在的陸委會主委跟副主委都完全忘記了，陸委會存在的目的是什麼？是要促進兩岸人民之間的往來跟交流，所以才給你們那麼多經費。大家知道嗎？陸委會有幾個副主委嘛？有3位都在做什麼事情？在民進黨執政之後，兩岸不交流啊，論壇不可以辦，農產品不可以賣，觀光不可以來。那你幾乎全面中斷的情況底下，請問你陸委會還要做什麼呢？所以你的出差費當然要砍啊。那你這個作為主委的，你沒有好好去促進兩岸之間的關係，還去抹黑農民，還讓這個鳳梨世家無辜去背你這個罪，然後還要去懲罰這個台東縣縣長饒慶鈴。那你這樣子胡作非為，當然這個預算特別費也砍了，都剛剛好而已我認為現在的陸委會其實應該可以全面凍結了啦，人事費凍結，預算凍結，因為沒有存在的必要啦。因為賴總統已經講了，對不對？兩岸現在是國跟國的關係，而且互不隸屬，在兩國論的一個主張底下，沒有陸委會存在的空間。如果民進黨只主張兩國論，我們這個外交部，我們根本不需要陸委會啊。請問陸委會存在做什麼呢？我覺得賴總統應該回答大家這一題啊，在你的兩國論主張底下，陸委會還有存在的必要嗎？兩岸人民關係條例還有存在的必要嗎？因為就是國跟國的關係，就是外交部，一切回歸外交部，其實這樣子就可以了。所以我主張陸委會不只是砍這一些沒宣費而已啦，其實全部都凍結，比照監察院，在民進黨執政底下沒有存在的必要。來，志杰兄，其實。我們民進黨跟國民黨兩邊其實可能很多人都各自講一邊的想法。你說陸委會，剛才少康兄提到的說，在你那時候PUSH要成立的，那它有它的功能，比如說現在那個陸配的孩子可能去中國讀書，那中國讀書，他那邊可能也有一些學歷證件。或者是有些人在那邊，台灣人有些人在那邊結婚，可能有一些證件，現在有沒有在處理？我們還是要處理啊，那個不可能都丟就不管嘛。那你說把他們通通裁撤掉，那這些事情他們不做了，那他們都在處理人民的事情，所以其實該做的事還是要該做了。那當然就這兩邊，你說到底是包括以美論也好，包括誰好誰不好，其實我們去很
中庸的去評判啊。其實我比較贊成，我們可以叫兄弟之邦啊，我們可以互動啊。啊，那你是一個國家，我是一個國家，為什麼就不能互動呢？啊，你看中共機擾台是從2020年開始的啊。你一天到晚的飛機在我這邊飛來飛去，跟我說啊，2022，對，裴洛西來台，對，這船之前就有了，之前是有没有越中線的，对，就之前就有開始來繞台啦，繞台，應該是我的資料是2020了哈，好，那就是說啊，你一剛剛摕刀啊，在阮兜門頭前行來行去，講我要跟你友善，我嘛願意友善啊，但是你比較習近平跟比較江澤民跟比較胡錦濤，你不要只看我們這一邊，你看看那一邊對台灣的態度有沒有很大的差別？哦，你說三無漁船也好啊，那你說海警到金門這邊嗆來嗆去也好，哎，以前有沒有？以前也都沒有啊。所以為什麼都要檢討台灣呢？啊，那我說，其實我也認為說我們之間有血緣的關係，曾經有一些血緣的關係，我覺得我可以接受啊。但是我就說兄弟之邦，今天你是一個國家，我是一個國家。我們中華民國是中華民國共和國的哥哥呢，我是在恁頭前先成立的呢。啊，那我們治權事實上就是反正你嘛無可能管我，我嘛無必要去管你啦。我覺得這個台灣人大部分可以接受啊。啊，所以是治權分開哈。我就是一個國家。對，你是治權分開還是主權分開？主權也是分開的啊。對啊，那就不需要陸委會。民進黨的立場。王英來，你講陸委會他沒講了哈，其實我說這個都是現實的問題了。咱攏在在咧耍嘴皮子的講哈，其實攏總會調，現在就是因為包括美國關係、台灣關係法嘛，比如講啊，我們不要去片面改變現狀嘛。好，講實在，你若全世界攏，你美國人跟台灣建交哈，全世界攏願意跟台灣建交哈。我嘛感覺講我攏廢掉嘛，不要緊啦。對啊。這麼現實不可能嘛？啊，所以現實不可能。你說要廢要動要怎麼樣？其實我幹嘛講？現在我們只有說表明我們的立場。我感覺台灣就是一個國家不對，主權獨立的國家。好啊，難道你們覺得台灣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嗎？台灣不是中華民國才是啊，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我可以接受，大家都可以接受嘛，對不對？包括中國大陸啊。我是不想包括中國大陸啦，對了，咱的憲法有啦，所以我講這都不務實嘛，咱的憲法是有嘛，但是屬實這都不務實嘛，啊，所以無恁就去修憲啦，無恁若是世界願意和台灣建交修憲，我嘛願意啊，對啊，但是這個就是務實問題，不是我們在這邊講可以解決，也不是你，也不是我，人家公共的讓該管了嘛，啊，所以我說不要只檢討台灣啦，我說習近平跟胡錦濤跟江澤民跟鄧小平，他飛機擾台，海警來台亂干擾，這個是不是跟以前差很多？他自己的國退民進跟國進民退跟以前是不是差很多？這個就習近平他自己的問題。對馬英九跟對蔡英文也不一樣啊。對啊，所以這是習近平的問題。我很快回應一下，徐志傑好久沒有來本節目了，啊，今天來到點公開熱等啊，其實泛無甚高論啊，系列哈。想讓你知道，你講的是國台辦最想講的各式各樣的台獨主張嘛，它是其中，而且它這種主張算是明顯的顯獨，而不是暗獨哦，顯獨，所以不需要，沒有什麼好評論的。為什麼？徐志傑的主張於事無補了，老共連聽都不想聽。我倒是有一個想法，為什麼現在國民黨團哈不要陸委會？啊，這個是不要陸委會，只是刪那個預算。就說對，但是就是要凸顯它的不重要，凸顯違背當初的立場。哦，你如果把你當年，你剛才也占了很多時間宣揚你的過去的功勞嘛，哈啊，你一邊不是你歷史要讓大家知道。你把我你聽我講，你不要時間沒有多少，你一邊李登輝一邊，現在國民黨團的主張啊很有意思哦。比較接近李登輝，比較原理，因為你要，他們現在不要了啊？為什麼他們不要？並不是要，不，你聽我講，他們的不要，並不是李登輝的不要。因為當初你們要跟不要，其實跟你們對台灣跟中國大陸未來遠景的想望，基本上是不一樣的，所以才說要這個組織。
那現在你們是說民進黨最後這款程度啦，不輸呀？這個其實跟李登輝暗地裡想的。其實是不謀而合啊！他們現在國民黨人說哎呀，這裡去了，好你走了，好你走，所以我應該顯得非常絕望，非常失望，非常說我這些人給了，是你知道嗎？他們並不是真的要廢掉陸委會，他們只是在諷刺陸委會沒有作為而已啦。是啊，現在再回來。有